黄河1号公路，我们来喽！大风起兮，云飞扬，为家还没兮归故乡，俺的梦是携手四方。守四方，往前一步就是黄河，黄河，我们来喽！大家好，欢迎观看《三人自由行》。这一集，我们来到山东利津县的黄河岸边，自驾黄河1号公路。这段公路大堤不仅路况好，而且风景如油画般令人赏心悦目。三人自由行的视频，一旦遇到好风景，通常都要配上一首好听的当地民歌。可令我们不解的是，我们找了许久，居然连一首山东黄河民歌都没有找到。这是那个崔墨啊，崔墨哎。在南岭村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请教过85岁高龄唱山东情书的村宝，他走村串户，唱了一辈子的山东情书，居然也没有听到过有人唱山东的黄河民歌。这边也有很多黄河的戏嘛，唱黄河的，没有电影，黄河那种，没有。好了，跟着我们去自驾黄河1号公路吧。不知道这一路走下来，能否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呢？黄河1号公路位于东营市利津县的黄河大堤段，公路就在大堤上。让我们意外的是，大部分黄河大堤并不挨着黄河，在大堤上不飞无人机根本看不到黄河，真是奇怪啊！因为想急切地见到黄河，我们先越过黄河1号公路，直奔黄河岸边。我们三人自由行从北京出发，走了1个多星期，终于到黄河了。我身后就是奔腾的黄河。这里是东坝空岛工程，利津县研磨镇黄河生态经济带道路工程，这花了777万，2019年9月份竣工的，修了3公里多。这是黄河防备鲁东利津东坝空岛堆的这个石料，如果黄河有地方出现危险，临时取石来不及，就要用到这些石料了。隔30米就有一堆石料，这就是黄河边上的岸坡，水流冲击很大，风也很大，都长满了芦苇荡，还有几棵大树。看到了吗？头发凌乱，千万不要再往前了。看着眼前奔腾的咆哮的黄河，什么感觉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真的就是这种感觉。远方茫茫的一片，天地相连，黄河就从那个地方涌了过来，
太壮观了。还沉浸在第一眼看见黄河的激动之中，我们又继续沿着黄河岸边前行。在黄河滩地，我们看到麦穗累累，苹果飘香，而这些都是从黄河提水来灌溉的。这个底下是灌溉站，这呢，这很深呢，可别掉下去啊！你看，它是从那边把水扬上来，它这边有个电力，然后把水抽上来，它有3根管可以抽水，看见了吗？它现在呢只开了1根管，然后这边水管是这样，这边应该是观察水位的，管子呢应该从这过去了，看见没有？这底下管，然后这是马路，穿过马路，这就灌渠，这个水就是这么多农田的水源呢，看黄河水，然后从这过去。这是我们以后要去河套平原了，河套平原就是靠黄河灌溉出来的一个很富饶的一个农业区。那黄河滩涂这边你看，它也是一个小的河套了，这灌渠也很发达。这有个闸门，它如果这个闸门一闸，水就会往这边走了，就灌树去了，看到没有？虽然设施比较简单哈，但是很实用。那现在水是一直往那头流了，所以这边植被很茂密，要不然这边也缺水。看着黄河水哺育出生机勃勃的农田果园，这是一片富有感恩情怀的土地。为什么在山东这里没有流传下来赞美黄河的民歌呢？我们更加疑惑了。老董村和王庄显宫之间，就是1号公路最美的黄河地段。这里就是老董村十字路口。我们现在走到了盐窝镇的老董村，过了那个小村子，然后就看到了立皇堤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建得太美了，这个黄河大堤修得特别好，你看那么高。历经段了875公顷的森林湿地，这森林湿地保护得很好啊，看，非常美。这草坪绿的，太美了。没想到我们第一眼看到了黄河这么柔和，这么优美。俺的梦是携手四方，守四方。呼风唤雨卷波澜，一路高歌多少难。自古显公在黄河，河底高悬急转弯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王庄显宫，就在这里，
黄河水突然甩了一个90度弯，巨大的水流呼啸而来，在此受阻后陡然折转，水势骤聚，形成巨大的冲击力。这个地段因而屡屡出现，成为黄河最为险要的地段之一。新中国建国后，第一次凌汛的决口就在此处。1951年2月2日，上游冰块排山倒海般倾泻下来，大块的冰凌插破扫垛，挤烂险工的坝身，冰凌涌上堤顶，20公里的河槽内积冰如山。2月3日，王庄堤防决口迅速扩展为217米，最大水深13米，洪水泛滥区宽14公里，长40公里，122个村庄受淹，受灾人口达85万，所过之处生灵涂炭，哀鸿遍野，昔日的田园尽成泽国。黄河凌汛是怎么产生的呢？黄河流向很像汉字的己，只是那墨笔的一挑，则从河南兰考向北延伸了3.6个纬度，由此产生了令人胆寒的凌汛。往往是南边的黄河中上游已经冰雪消融，春暖花开，而北边的山东黄河入海口下游河段却依然是冰天雪地，千里河段满流陵，黄河水无法顺畅入海。俗话说，福汛好抢，凌汛难防。3年2决口的黄河入海口，有近一半是凌汛造成的。话说，黄河凌汛到山东可是不请自来的。1855年清朝咸丰年间，黄河在河南兰考桐瓦乡决口，由此折向东北，夺山东大清河的河道，经利津注入渤海。而在此之前的723年，黄河一直是往南夺淮河，经江苏流入黄海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王庄显功记事碑。今天风太大了，我们现在往黄河边上走。哇，这地方因为是凌汛决过堤，你看现在加固的都是石头，是不是固若金汤呢？这石头就不怕什么蚂蚁啊、耗子啊，应该是不怕了。这个大堤，建国以后第一次的黄河决堤，凌汛嘛，凌汛决堤就在这个地方。看现在防护的，它为什么会决堤？你看，因为黄河水是从左边方向来的，在这里拐了一个弯，直接冲，这冲击量太大了。黄河又带着泥沙，相当于不光是水的冲击了，半固体的这种冲击力，就把堤岸给冲垮了。黄河一冲垮，老百姓遭了殃。所以我们昨天去的南岭村，说穷啊，穷的时候是真是穷啊。说当地的南岭不是做豆腐吗？豆腐都是往外卖，这当地做豆腐的老百姓只能吃豆腐渣充饥啊。这一次是灾害，几代人缓不过来。哇，这漩涡，黄河大漩涡。哇，这黄河太厉害了！我不知道我的相机能不能拍到，太厉害了。1958年水位11.65米，洪峰达到10400立方米。哇，
这是写的是历史最高洪水位，就是最高水位就到这了，12.66， 11.65，就高了1米。一个是58年，这最高水位没写哪一年的。最高水位12.66啊，1976年。这里头还有个抽黄河水的，测量了吧，好壮观。非常壮观，水面上波涛翻滚，就像有无数的鱼在底下飞跃一样，才能搅出这么多的水花。漩涡，你看黄河的漩涡，是因为黄河很险吗？这么大的河上，一条船都没看见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在长江或者在湖北、湖南的那些江面上，你能看到很多渔船或者运输船舶。可是，在黄河你什么也看不见，河面上干干净净的，连水鸟都没有，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话说，童瓦巷决口之后，清廷就黄河流向到底是南行淮河还是北行渤海，曾经进行了长期的争论。当时朝廷重臣淮军核心李鸿章等人坚决反对黄河复归淮河故道。山东巡抚丁宝桢争不过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才接受了黄河由山东入海。丁宝桢答应了不打紧，后面的山东巡抚可就吃尽了苦头。清廷财政空虚，把治河的重任全部压在山东巡抚身上，历任山东巡抚被黄河折腾得心力交瘁。山东巡抚周复写道：叠逢议长，淫语不止，东西报险不已，请拨款则驳斥不语，搜于私道各库，则罗绝于空，购运节食，缓不济急，盖心力交瘁，寝食俱忘矣。向朝廷要钱没有，还被骂一顿，往往汛期还没到，防汛物资就用完了。望着眼前呼啸而来、奔腾而去的黄河，我们终于明白山东没有黄河民歌的原因。一个是黄河流经山东的时间还不长，而民歌创作需要时间的积累。第二个原因是脾气无常的黄河可是把山东人民伤得不轻啊。如今灾难已经过去，今天的王庄显宫石砌的堤坝像一列列整齐的士兵，抵挡住滔滔黄河。今天这里万马奔腾般的汹涌，已不再令人压抑恐惧，止于令人窒息的奔涌之美。在黄河河道和平公大堤之间的宽广滩地上，一片片绿油油的，是被开垦成了农田和果园的滩地。前面我们还看到了一片苹果园，让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哦，这是苹果树对吧？已经做果了哈。做果了，它一堆的好结了，这不？一堆的好结留一个，30个、5、6个的多的下，它都一堆的。但是只能留一个才能长得好，是吧？对。那就要一颗一颗的，每一颗都要这样去给它那个。我给它推出来吃了。掏个去，再供上人掏袋子。就等它再大一点，掏袋子还是给它。跟那杏儿似的那么大。
啊，多大的时候？就是很大很大的跑不进去啊，跟杏似的那么大。红杏儿似的那么大。大姐，咱这那个是什么品种的苹果呀？不是啊，红富士是吧？红富士，山东苹果特有名呢。对，我这来买一会儿。没有，我们这是头一次到这儿来。你是哪里啊？我们从北京过来的。哦，北京啊。对呀。俺倒是东营那边，东营那边俺在当地的光过来买啊。啊。往俺这原来地呀。咱这那个像，今年算是做果做的好了吧？他这棚啊，他就1年多1年熟，他有个大小年儿。今年算是大年还是小年？今年这算是大年。太好了。那一般到那个采摘的时候，这个价格能卖到？价格也就是在那2块来钱哈。2块来钱。是整个批发2块钱左右啊，在这原里地啊，在原这一般的也就是2块钱。哦，到这你拉到几行业，你拉出去就贵点儿。不是也有费用多吗？对。那一般要拉出去去哪卖呢？一般最远也就上那边河那边，就是海里东营那边。啊，那河南边了是吧？咱那是河北边。这河北。是。这边属于李金，那边属于肯定。我还都不太熟，因为我到咱们山东是进山东之后，这是到的第一个地方。是。是。俺这就是个苹果园，基本上这是长苹果的区吧，咱们。是。俺这滩地不长别的东西。滩地。中庄稼它不长啊，它这个土沙，你们看。哟。主要就是这沙土啊。那就适合长花生、红薯。对。还有苹果。大姐，咱这个园子里有多少棵苹果树啊？一个5亩地啊，5亩地，5亩地就是在那20来块哈，200多棵。那一年收成下来能收大概1多不了。你看最好的也能个5、6万块钱。最好的时候5、6万、6、7万。你倒不收呀，一年你打下来本钱，在里头也就是4、5万块钱。对，那咱这是。1般花哈。对，还没算上咱那功夫钱。你看咱打的那本钱呢，咱这那肥料雇的那人。对。在苹果的时候，倒是也得。对苹果不雇人，都是套袋子。你不是外头有个塑料袋装住在这个苹果上。对，防止病虫害的。对呀。它套那个袋不烂啊。不烂是吧？你不套袋，基本上都烂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它有种菌啊，它就是那个细菌。有。你套上袋它就不烂。大姐，您这有微信吗？我加一个，到时候您这果子熟了，我也能买。我没微信，我不会使微信。我不会写。不会使微信，都是孩子们用微信，都是孩子们。大姐，我看这个除了把多余的果给它打掉，我看这有的可能是叶子，也给它怕生营养是吗？就也给它去掉点，这都是也不是缺，这是缺的那果啊。叶子不一般是不浇，你常给使劲，你让不开这个尖子让不开，你就得把它浇带进去。对。尖子拉不开。一般是小心点，不浇那个叶子。对。你叶子少了，你还不行呢，叶子少了。它吸收不那些营养。对。那您这5亩的苹果就您一个人弄啊？一般？这当时是一个人啊，你这干好个嘞，干都往上套装那个袋就收个都不人了。整个月干好也得半个来月。减半个来月。对，2个人半个来月。俩人呢？套的时候就好办了，套的时候你雇人多，你就早套几天。对。雇人少你就多套2天。对。辛苦。现在雇人都不好过，一天套这个袋子，一个人来干1天100块钱都不好雇，不着干那事。年轻人也不干。你很大岁的吧，人家套不了，咱还不想用。你都在那50来岁、40多岁的。对。你这个家庭妇女来干啊。对。还得说人家出来的，人家有现在老干，你们当的奶奶的都看孩子。对。是。都看孩子比不出来。像我们俩这种来给您干这活没问题。对。几月份套咱来套。对。您呢？我们再拍一会儿，看看咱这园子啊。这看看吧。对。看看。是。您可小心着点哈。没事啊。好嘞。天天干这个就小心啊，尽量的是小心点。离开苹果园，我们继续驱车前行，过刘家夹河浮桥，
沿着黄河南岸，经过天宁寺，前往垦利。大风起兮，云飞扬，为家还没兮归故乡，俺的梦是携手四方。守四方，下一集，我们自驾垦黄堤，游览黄河三角洲城市东营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，支持我们呀！